我被称为直播界翻车天花板，没有什么商品在我的直播间不翻车。香甜软酥的面包在我的直播间能够砸核桃，远近闻名的水果手机在我这边直接冒烟炸掉，甚至大牌的不粘锅炒菜堪比军用胶水。可每次出现直播事故越大，我反而越兴奋，只因为我觉醒了带货翻车系统，只要带货时翻车，便能获得价值不菲的奖。就在2天前，在别人的直播间一件普通的短袖居然卖到了10万块，顿时让我萌生了直播带货的想法。当天下午，我就联系了一家卖烤肠的厂家，就开始了直播。我对着直播间的观众表示：家人们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超好吃的烤肠，特别干净卫生，无任何添加剂。在我一顿夸赞下，直播间的人数达到了50-60人。烤肠怎么卖的？真的没有添加剂吗？我准备给我家小孩买点。我看着一条条弹幕，露出标准的8颗牙齿。家人们请放心，我不会推荐任何假冒伪劣产品，只要有问题，我直接开喷。说着，我将烤好的烤肠拿在手里，准备帮大家试吃一下。可我没有想到的，我刚拿起来，香喷喷的烤肠居然镶嵌着毛发，我心里不由得打鼓。这一口下去，我不会火葬场一条龙吧？犹豫了片刻，家人们，特别香，一点添加剂的味道都没有。但突然一股腐臭的味道在舌尖炸响，我差点恶心的吐出来，脸色涨得通红，内心暗道：这他们什么烤肠啊？怎么还有腐臭味？直播间直接沸腾了，主播中毒了，直播效果拉满了啊！为了让网友能够下单，我强忍着恶心。兄弟们，家人们，这香肠真香啊！我一口下去，香的脑袋都迷糊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强烈的恶心上涌，我直接就吐了，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。这一刻，整个直播间顿时安静了。屏幕另一端的烤肠商家已经脸色铁青的大骂起来：这是你们上哪找的垃圾主播？还有没有职业素养？直播画面中，我还在不停的呕吐，直到我将昨天晚饭也吐了出来，我才重新抬起了头。此时我的脸色已经红得发紫。为了赚钱，我硬着头皮表示：家人们，我只是想到我邻居家二姨的太爷爷去世了，有些难过罢了。其实这个香肠真的很好吃，不信你们看。说着，我又拿起手中的香肠，一口咬下去，但下一秒，我忽然看见香肠上面有半颗老鼠头，我直接……我操，尼玛！这商家是想弄死我！我这突如其来的话让所有人都傻眼了。经过刚刚的翻车，直播间的人数也来到了500人，同时他们的目光也落在了老鼠头上。我操！哦，这是什么牌子的香肠？快说名字，我好厉害！我也看见了这些弹幕，但作为一名带货主播，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。对于这些弹幕，我全当看不到。但下一瞬间，好几个嘉年华和火箭铺满屏幕。黑心商家，我们给你刷火箭！我看着屏幕上冲天而起的特效，心里闪过哗啦啦金币的碰撞声，这都是钱啊！立马改口，神色严肃地说道：家人们，对不起，我被万恶资本主义蒙蔽了双眼，但还好有你们这些迷途的灯塔，让我找回了自己。现在我就把这个香肠的牌子告诉大家，这牌子叫香香香肠，以后看见这个牌子一定不要买他们的东西。随着我话音落下，直播间的气氛被彻底引爆了，7、8个嘉年华和5、6个火箭冲天而起。主播好样的！这种黑心牌子就应该曝光他们，将他们赶出市场。以后我就关注你了。只要你看好的东西，我一定捧场。就在我看着弹幕礼物满天飞时，我脑海中传来叮的一声。恭喜宿主激活直播翻车系统，奖励10点翻车值，翻车值可在商城兑换各种物品。我去，系统来了！没想到我直播翻车居然获得系统了，以后直播翻车就能获得翻车值，这不是让我飞黄腾达吗？随后我对直播间的谁友表示：家人们，我先去医院查一下身体，明天不见不散。随后我打开系统的商场，我直接瞪大了眼睛，大崩牌汽车、水果牌手机、房子吃穿用度应有尽有，而且1点翻车值就能兑换10万，我当即兑换了50万。片刻后我就收到了到账短信，我兴奋的大喊一声，但下一秒我就接到了商家的电话，接通第一句话就骂：你这个狗屁主播，居然还敢曝光我们！不就是香肠不干净点，又吃不死人，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！我当即回怼：你的香肠你居然还敢说？老子吃出死老鼠头，差点给我原地升天！商家不屑道：你有证据吗？那分明是鸭脖！你不清楚不要乱说话，而且你以后别想带货了，你已经被拉黑了。我望着被挂断的电话，身体一僵，好像是这样的，自己带货总翻车，那谁还敢找自己带货啊？如果接不到单，系统也没有用啊。但就在我担心时，手机再次响了起来。您好，请问是陆城主播吗？我是奥利奥公司的销售经理，请问有兴趣合作带货吗？我顿时吃了一惊，居然是奥利奥这种国外大企业找自己这种小主播带货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于是我直接答应了下来。没问题，什么时候签合同？挂了电话后，手机就收到了一份电子合同。签了合同，我心中有些期待，不知道奥利奥会寄给自己什么样的产品，希望可以奇葩一点，小小的翻车一下，不仅能拿一笔佣金，还能获得翻车值。第2天我就收到了奥利奥发来的样品，我直接开启了直播，也就几分钟，直播间的人数来到了100-200人。主播又开播了，不知道主播会不会翻车？期待翻车。我从奥利奥寄来的箱子里拿出一袋面包，我捏了2下，顿时感觉有点硬，而且上面没有任何配料表和生产日期。不过我没有多想，奥利奥这种龙头企业生产的东西一定有保证，拿起面包就开始介绍。但远在奥利奥总部的王经理见到这一幕，顿时脸色大变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吃的，有面包和泡面，有女朋友的可以买来蹲着。我们先从面包开始。小哥，这面包能砸核桃吗？哈哈哈，这问题问得好。我也被这个离谱的弹幕整不会了，直播间的风气也被带歪了。主播，你这面包能当锤子用吗？我想钉钉子。行的话我就买一看着越来越离谱的弹幕，我一脸无语。现在的网友都这么离谱了吗？00后都长大了吗？直到我看到直播间有人询问味道如何，我立马清了清嗓子，推销起来。你看这面包的颜色多么有食欲，
我现在就是吃一下。我撕开袋子，对着面板一口下去，嘎吱一声，我脑袋嗡的一声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感觉自己的牙都差点被割掉了。将面包拿出来一看，竟然完好无损，甚至在灯光下着反光。我怎么没动静了？怎么吃一半就拿出来了？不是要拉肚子吧？我沉着脸看着手中的面包，在桌面上敲了敲，传来当当当沉闷声。随后从柜子里拿出一颗核桃，放在镜头前的桌子上，然后拿着面包直接砸了下去。只见坚硬的核桃顿时被砸扁了，直播间顿时死寂一片。几秒后，就是一发大火箭在直播间冲天而起，随后是嘉年华和各种礼物。我操！我看到了什么？这面包居然能砸核桃！这是面包吗？这分明是锤子！主播666啊！我知道了，主播卖的不是面包，是面包型的锤子。奥利奥总部王经理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，对周围的人怒吼：这面包模具是谁放进去的？给我滚出来！此时直播间的气氛也到达了顶点，直播间的弹幕也变成了后方黑金商家，后方黑金商家。见火候差不多了，从箱子中拿出一个具有标识的面包，放在直播桌前。家人们，又到了你们最期待的曝光环节了。说完，我将生产厂家的信息放在了摄像头前，直播间顿时再次沸腾。我操！居然是奥利奥他家的面包！主播胆量不小啊！这种老牌产业你都敢曝光？牛皮牛皮！检验到主播再一次带货翻车，获得真实之眼可鉴定实物的一切信息。哎，我靠，真实之眼，这名字听着就牛叉。对着箱子里的面包和泡面开始鉴定，结果发现除了自己刚刚拿的那个面包，箱子里的面包都是好的，泡面除了一盒保质期有点久了，剩下的都是好产品。我眼前一亮，剩下的都是好产品，那岂不是可以继续带货？既可以获得奥利奥的高额分成，也能获得翻车值。于是我将箱子里的面包都倒在桌子上，开始一个个的撕开包装试吃。这一幕落在直播间网友的眼中，顿时睁大了嘴巴。你还敢吃啊？不怕把自己的牙漏掉啊？这东西都能当锤子了，你吃下去不怕进医院啊？我扫了一眼弹幕，我是一位严谨的主播，不会因为一件商品否决所有产品，所以我尝试其他面包。事实证明，其他面包都没有问题，甚至味道都很不错。刚刚真的只是意外。我的这番话顿时让网友都安静下来。确实啊，奥利奥的面包我们平时也吃，都挺好的。或许真的是意外吧。既然你说没有问题，那你就上架吧，我们相信你。随后我将面包都上架了，但没有想到仅仅半分钟，5万份面包全都销售一空，我顿时有些感动，这些网友真信任我啊。接着我又拿出奥利奥的泡面，哇哦，家人们，现在我要是吃的是奥利奥家的海带泡面，这海带都是空运过来的，相当新鲜，并且绝对健康。我话说完，直播间再次热闹起来。不过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你吃出了老鼠头。没事，主播，你只要翻车翻得有意思。你上什么我买什么。我看到这些网友的发言，顿时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多少尊重我一下好不好？我不是搞笑主播，我是带货主播啊！家人们，我现在就冲个泡面给大家瞧一瞧。刚打开包装，就看到海带料包内部有一条爬行的虫子，系统的声音也再次响起。检测到宿主再一次完成了翻车事件，奖励10点翻车值。听着系统的声音，顿时给我干沉默。尼玛！你们敢再粗心大意点吗？上一个面包硬的要死，这个泡面质量是没问题，但上面这虫子，谁能够告诉我怎么回事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泡面总部的王经理再次眼前一黑，祈祷主播能够再圆一次，再次大声咆哮：泡面生产的负责人呢？给我滚过来！直播间内的网友已经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主播刚刚的表情笑死我了。一拆开泡面，跟那个虫子大眼对小眼，似乎在问你怎么在这里。果然翻车了。上架吧，上架吧！冲着这个主播，我也要买上一箱。太有节目效果了，比隔壁的美女有意思多了。而我此时把虫子拿到眼前仔细打量，脑中的 CPU 疯狂转动。片刻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还好我动物世界没少看，不然真翻车了。我将虫子放到镜头前，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虫子，这叫克尔汗虫，专门吃海带的一种虫子。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只能说明这海带相当新鲜。经过我的解释，直播间的所有人都懵了，一部分人已经拿出手机开始查资料。不一会查完资料的人，在直播间的弹幕表示：哇，主播说的是真的，这个虫子真是专门吃海带的一种虫子，并且还相当挑食，只要不新鲜它都不吃。随着类似的弹幕一条条发在直播间，直播间再次沸腾了，一颗颗火箭冲天而起，嘉年华不要钱似的砸了下来。没想到这都能被主播圆回来。我先来个10箱，我也来。转眼间1000多箱泡面销售一空，买不到的人便去奥利奥官网买。奥利奥总部的王经理调出销售额，顿时吃了一惊，整整1000万。王经理激动地给我打电话：喂，陆成，你太棒了，这都能被你圆回来。你估计有100多万的分成，下周就打在你的账上。我顿时呼吸急促起来，半个多小时就赚了100多万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。但随后我刚准备挂断电话继续直播时，电话那头传来别扭的汗音。王经理，还是你们华夏的钱好赚。我眉头皱起，接着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，那边的王经理丝毫没有注意到，电话还在通话中，继续与老外交谈。我也没有想到这群吃面包泡面的屌丝消费力这么强，这个主播也相当厉害，以后可以多合作几次了。听到这，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直接将电话挂断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对自己说：冷静，那可是100多万，之前的你奋斗一辈子都可了，不就是骂2句吗？这有什么的？况且只要你不说，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几分钟后，我坐在镜头前，家人们，我不卖了，将订单都退了吧。直播间的网友顿时询问发生什么事了，我没有多说，直接将电话录音放了出来。王经理，还是你们华夏的钱好赚啊！这群吃泡面和面包的屌丝消费就是强。当录音结束，直播间所有网友都炸了。我操！奥利奥还要不要脸啊？咱们买他们东西居然还说是屌丝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叫华夏的钱好赚。你在说咱们傻吗？与此同时，在总部的王经理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便接到了领导的电话，劈头盖脸一顿骂：你是不是没有长脑子？
有些话是你能说的吗？说了也就说了，居然还被人录下来了。骂完就挂断了电话，但还没喘口气，没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时，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王经理低头一看，是国外的大领导。接通后再次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把他吓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这可是公司最顶级的大领导，最后还是他的助手赶来，让他上网看看消息。打开网页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热搜：奥利奥高管说华夏的钱真好赚。随后就是他自己的录音。王经理刹那间脸色就白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随着网上的消息发酵，越来越多的网友涌进直播间，直播间的人数达到了10万，直播间的弹幕也变成：这就是那个放弃100万利润的主播吗？主播长得是真正气，像能干出这样事的人，干得漂亮！主播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我看着人数越来越多的直播间，神色严肃地表示：我作为一名华夏人，我可以跟大家保证，这段录音绝对真实，绝对出自奥利奥高管，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说，华夏已经不是以前的华夏了，现在的华夏繁荣富强。面对国外的侮辱，我们要迎头痛击。我陆城在此公开抵制奥利奥这家企业。说完，我将手上的面包和泡面一把火烧掉。直播间的众人直接拍手叫好。主播说的太好了，把我的眼泪都说出来了。说得好，咱们华夏早就不是以前了，谁敢欺负咱们，咱就干谁。我张三在此实名抵制奥利奥，我李四在此实名抵制。几分钟的时间，一个个大佬来到直播间，疯狂敲击键盘支持我。无数火箭嘉年华冲天而起。短视频总部最核心的办公室，一名高管正在向坐在老板以上的女领导询问此事如何处理。现在直播间的人气越来越高，已经来到了30万，并且还在继续增加。女领导扶了扶眼镜，在直播间刷了10多个火箭，随后看向高管：立刻加流量，争取推送全平台的流量，确保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直播间。说到这，女领导望向窗外，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华夏这头雄狮已经沉睡太久了。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跳头上崩塌。在互联网的传递下，大街小巷无数人都在议论纷纷。你听没听说，巨头饼干高管好像看不起咱们？这你都不知道？现在正全都在说这件事，我去看看吧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支持主播了。这一幕今晚在无数场景中发生，有正在打牌的，有正在跟女朋友逛街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无数夏国人涌入我的直播间。我干得真棒！以后我再买一个巨头饼干的产品，我就吃屎。还敢瞧不起夏国人？今天我就让他们知道夏国人的厉害。我早就说过，这群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忘记以前发生过啥了？巨头饼干夏国总部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冰冷地盯着王经理。王经理冷汗都下来了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这次你让公司最少损失数百亿，你需要赔偿公司2%的损失。如果你拿不出来，就等着进监狱。王经理听完老者的话，顿时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。他完了，真的完了。1个小时后，老者出现在网络上。华国的朋友晚上好，我是奥利奥，华国总部最高领。很抱歉，由于我们员工的错误言论，给大家造成了困扰，但这完全是他个人行为。我们公司已经决定开除处理，并要求他支付天价违约金。同时，我们公司从今天起，旗下的所有商品一律5折出售，为期1个月，代表我们公司对华国朋友的补偿。随着老者的道歉视频在网上疯狂传播，我的直播间也再次热闹起来。天价违约金，我保守估计最起码1个亿打底。这回那个王经理惨了，这个钱估计一辈子都还不玩。这个5折我笑了。国产品牌的不好吗？白送给我也不稀罕。镜头前的我见事情差不多了，心中的一口恶气也消散得七七八八，便跟网友们道别后下播，打开系统面板商城。今天获得了20点翻车值，他要看看换一些东西。很快他的视线就落在一间大平层上，这间大平层占地300平，装修相当不错，我立马就动了心。恭喜主播获得市中心大平层一套。卧槽，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，我的心脏砰砰直跳。在云海市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，最少2000万，所住之人非富即贵，这兑换的东西也太好了。以后如果一直翻车也不是不行，毕竟系统给的实在是太香了。第2天我就搬到了大平层，但没有想到，我刚搬进来，一道冷清中带着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。陆城，好久不见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身旁多了一位大长腿美女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高中的苏大校花苏青雨。苏青雨看着我手中的这是发财了。来了，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表示，最近发了一笔小钱。随后苏青雨捂着嘴笑了，还小钱？你都成名人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说话间，苏青雨越靠越近，近到我闻见一股幽香。等让我心跳的是，一向高冷的苏青雨最后凑到我的耳边，小声地说：“收拾完就来找我玩吧，我就在你家对门，正好我刚做好了饭，上我家吃口。”我咽了咽口水，当即答应了下来。苏青雨不仅是校花，还是集团的千金。以前上学的时候是自己同桌，一直很有好感。可苏青雨上下学都有豪车接送，自己身无长处，也就熄灭了心中的想法。但现在系统傍身，有机会自然不会错过。等我收拾好家里，我就坐在了苏青雨她家的餐桌前，打量着在厨房忙碌的苏青雨。苏青雨穿着一身白色长裙，长裙上裹着围裙，下身穿着肉色丝袜，搭配着堪比2次元的脸庞。我的心再次扑通扑通的直跳。或许是我的目光太过于明显，苏青雨的脸颊有些红。不多时，俩人坐在了餐桌前。酒过3巡之后，对面的苏青雨轻咳一声：“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帮我带一些货？”原本有些酒意的我，立马清醒。果然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这顿饭是有目的的。不过送上门的生意，为什么不要？于是我询问要带什么商品，但对面的苏青雨见我这么郑重，哎呀，干嘛这么认真呀？就是我亲戚家的货物。说完，从柜子里拿出一部手机和一个智能手表。他们家是做智能产品的，
知道我和你认识，便联系我，想让我说情，让你帮忙带货。我拿起桌子上的手机和智能手表，眉头一皱，这做工这质感不咋地啊。随后我开机试了试，不算流畅，有些 app 一卡一卡的。接着我又试了试那智能手表，同样也是如此。我有点懵，就让我带这样的商品。对面的苏青雨也是有些尴尬，但很快就清了清嗓。这家亲戚实在是烦人的紧，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答应了下来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种商品你放心翻车就好。黑心的人不配挣钱，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。我顿时乐了，还能有这种好事，不仅能获得翻车值，还能帮苏大校花的忙。于是我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苏青雨看到我答应下来，顿时开心的笑了。但过了一会儿，我鼻尖忽然闻到一股糊味，对面的苏青雨显然也闻到了。片刻后，他一拍大腿，懊恼道：“糟了，炖的排骨忘了。”说完，一脸懊悔的急匆匆朝厨房跑去。第二天，我准时开播。由于昨天那件事件的影响，我刚开播，直播间就有了5、6万的在线人数。我看到这么多人，当即摆了一个帅气。家人们，我又回来了，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。直播间的弹幕飞起，陆哥，你是不是搬家了？我看后面的背景全都变了。你看外面的夜景，这好像是云海市中心的大平层啊，估计得几千万吧。陆哥也是好起来了，不过陆哥你放心，像你这么正直的人，赚钱我不眼红。随着直播间人数越来越多，我看时候差不多了，拿出需要带货的产品啊！好了，又到了你们最期待的环节了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手机，号称当前最强手机，芯片是最先进的神话处理器，流畅的不要的，能全高画质下玩3A 玩网游，续航更是持久，充一次电能用2年，通话更是全宇宙通话。听到我这套说辞，直播间的弹幕开始搞怪。主播真的吗？真有那么强的手机吗？神话处理器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就是，我用之后能成为神仙吗？陆哥，这款手机硬不硬？我想用它打核桃。最近想吃核桃了，不硬不要喽。看见这些弹幕，我一阵头大，暗道：这处理器你用了，别说能成仙，还能当精神病，你还想吃核桃？我把前几天那个砸核桃的面包送给你吧。看着直播间越来越歪，我连忙摆出一个停止的手势。家人们，回归正题，我是带货主播，不是搞笑主播。说完，我将那个手机拿在手里，对准镜头说道：“检验一个手机怎么样，卡不卡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一局游戏。”说着，我将手机打开，进入一个枪战游戏。直播间的弹幕也开始围绕这个手机讨论。真玩上游戏了？这次不翻车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次还得翻车！你忘了主播是靠什么起家的吗？哈哈，也是，我压不出5分钟，游戏就卡的玩不了了。说太多了，我压3分钟，我才2分钟。我看着直播间的弹幕，直接表示：家人们再相信我一次，我这次绝对不翻车。我要是翻车了，我直接把这个手机吃了。说完，直播间的更热闹。本来我还觉得翻不了车，主播这一说完，我心里忽然有一种感觉，这次必翻车。我也是，都怀疑是不是主播的节目效果了。我又瞟了一眼弹幕，不可能翻车的，你看这多流畅，这画质。但我刚说完，这手机的画面就一顿，整个画面变得卡顿起来。几秒过后，手机卡死关机。我就说吧，肯定会翻车的。笑死我了！主播刚说完不会翻车，结果就翻车了。主播别当带货主播了，以后改名当翻车主播吧。搞笑主播也行，快点把手机吃了。这可是主播你自己说的。我望着直播间的弹幕，面不改色。兄弟们，这是意外，一定是昨晚没充好电，我这就开机再试一次。但没有想到，随着我按下开机键，手机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多按了几次，这手机居然发烫的冒起烟来。到了最后，这手机居然砰的一声炸了，残还在那呼呼的冒着火，脑海中也响起系统的声音。宿主完成了手机翻车，获得10点翻车值。听着脑海中的系统声音，我也有些无语。我知道这个手机不怎么样，但真的没有想到重启后直接冒烟炸掉了。要不是自己躲得快，自己就得带伤直播了。我操，真的开眼界了！直播带货的时候，手机居然还能炸了。这不翻车谁翻车啊？刚刚跟我打赌的出了，我赢了。翻车主播名不虚传啊！大家佩服佩服。我将手机残骸丢进卫生间，回到了镜头前。家人们，我不多说了，你们也都知道我的性格。我把手机的生产厂家和牌子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以后避避雷。随后我将手机的厂家和牌子露了出来，直播间的水友一下子炸了。原来是这家公司，我之前还买过他们家公司的产品，现在想来没在我手里炸，算我命大。还得是主播啊，这么大的公司，说真实就真实。但很快我又拿出了电子手表。兄弟们，接下来我带来的是他家的电子手表。直播间的网友有些懵，主播你不是刚翻车吗？怎么还带他家的货？我摇了摇头，笑着解释：术业有专攻，人家做手机可能有问题，但手表就不一定了。毕竟人家是做电子手表起家的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件东西差劲了就否认他们家的所有产品。解释完，我将电子手表放在手里。这款手表是儿童手表，主打防水功能。咱们先看一下外观，外观精致美观没有什么问题。好了，咱们测一下防水。我去卫生间接了一盆水，将电子手表丢了进去，随后对准摄像头。家人们看到了吧？这款电子手表在水里依然正常运行，看来人家做手机不行，但手表是没有问题的。接下来我要拿出来戴在手上，试一下佩戴感觉如何。我操，居然没有翻车，我有点不太习惯。看样子好像真的还不错，我一会儿买一只手表吧。一边准备佩戴的我也松了一口，终于碰到一件没有翻车的商品了。一直翻车，自己都有点自我怀疑了，自己是不是先天翻车圣体？但随着我将电子手表戴在手上，刚和直播间的网友介绍手感时，一股蓝色强大的电流从手表中猛地弹出，击在了我的小臂上，我整个人瞬间一麻，头发根根竖起，张嘴吐了一口白烟，整个人倒了下去。直播间内，我操，主播挂了吗？带货把自己带挂了，这是最新款的电击器吗？哈哈，果然翻车了！你刚刚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不会翻车了呢。就是不知道用不用叫救护车。随着我脑海
恭喜宿主再一次带货翻车，获得10点翻车值，可在商城兑换物品。我懵逼的从地上坐了起来，看见手上的电子手表，整个人一下子清醒过来，同时用最快的速度将手腕上的手表丢了出去。操！老子差点被电死。随后我顶着爆炸头坐在镜头前。兄弟们，看来这家公司的产品确实不行，大家以后还是别买了，要不容易有生命危险。直播间的网友都乐翻了。他今天被女朋友摔了，心情不好。看到你瞬间心情好了。陆哥以后还是卖一些安全些的产品吧，翻车最起码不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也有些无语，又翻车了。想到这，我也没有心情播下去了。跟直播间的网友表示去趟医院后，便下了播，用20点翻车值兑换了200万现金。正想着用这笔钱买什么，房门被敲响了。打开门一看，苏青雨靠在门框边，看到我的爆炸头，一下子没有忍住笑了出来。最后似乎意识到有点不妥，用手捂着。我也有些无语，直到他笑够了才停了下来，坐在沙发上。刚刚的直播我看了，我们家那个亲戚气的说那个房子不还了，不过也好，过些日子我就起诉他，让他不还也得还。苏青雨说完毫不嫌弃的喝了一口我喝过的饮料，继续说道：对了，你那场直播我爸也看了，我家有2件商品销量不太行，想让你带一下货。不过你放心，绝对不会翻车了，就是不知道你同不同意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就同意了。苏青雨的家里是搞首饰的，在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名气，质量也有保证。不过我收到首饰照片后却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自己没有模特啊，这些首饰再好看没有美人，效果也会差上不少。我总不能戴女生的首饰吧，那我不成了变态了。一旁的苏青雨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，用手捋了捋我的爆炸头，笑着表示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会来，到时候我当你的模特，荣不荣幸？我见状连忙点头，荣幸，太荣幸了。第二天上午我就收到了苏青雨拿过来的首饰，让我先看看，别再翻车了。我接过装首饰的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一条项链和一个手链，看着就精致无比，拿起来质感更是无敌。我用系统检测了一下，没有发现问题。随后我坐下喝了一口水，询问了一下价格。手链10万08千，项链88万。我差点被呛。你们定价多少？苏青雨一脸疑惑。手链10万08千，项链88万，有问题吗？我看着苏青雨疑惑的神情，顿时明白人和人的差距是如此巨大，也总算是知道为什么销量不行了。随后我一脸无语的将首饰放回盒中。你们这首饰这么贵，销量不好太正常了。但面对面的苏青雨脸上的疑惑更重。很贵吗？我见他实在是不了解，无奈的表示：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对钱没有概念呀？88万，很多人的存款都没有这些，你们卖这么贵，销量能好就怪了。但苏青雨依旧一脸不理解的说道：他们不能这么穷吧，连88万都没有吧？说到这，他一下子抓住我的胳膊，搂在怀里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贵就贵吧，我这不是有你吗？我相信以你的实力，完全可以的。感受着胳膊与柔软的摩擦，我最终还是拜倒在温柔乡中。到了晚上，我准时上。家人们，这不是快过节了吗？我知道有不少兄弟一直不知道过节给女朋友送什么，所以我给大家带来2款首饰，相信你们的女朋友一定能满意。说着，我将盒中的首饰拿了出来。你们看看这条项链，通体白金打造，是由国际大师科尔顿操刀，上面的宝石更是天然宝石。兄弟们的女朋友戴上了一定倍有面子，到时候对兄弟们一定是有求必应的。哎呦，主播你这说的我都心动了。赶紧上架，只要别太贵，我搞定弄一条回去。我看着直播间的弹幕，直接表示大家别着急，今天还有模特呢。陆哥，那你还在等什么？快点让他出来啊！让我们看看你找的模特什么样。直播间的氛围十分热闹，但随着苏青雨带着首饰一出场，直播间顿时一静，接着就是一阵狼嚎。有没有联系方式？我有房有车，今年20，很有特长。美女有兴趣认识一下吗？在下是一位上市公司老总，资产上亿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陆哥，我的终身幸福就靠你了。看着直播间的弹幕，我哭笑不得，疯狂提醒兄弟们，我们是卖首饰的直播间，不是相亲的直播间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先看看首饰。我不好，我就是要看美女，我才不要买首饰，我要看美女。苏青雨也看到了网友的疯狂，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，接着对着镜头表示：抱歉啊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说完，苏青雨看向我，直播间顿时传来一阵心碎的声音。天哪，不公啊！君生我未生，君生我已老。流水有情，落花无意啊。而在一旁的我也是一愣，你说有喜欢的人很正常，但你看我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说的那个人是我？两位真的有一腿啊！你看这个脸丑了，谢山路城，你还我的女神！兄弟们，言归正题，东西大家都看到，想给女朋友送礼物的多考虑考虑，并且咱们今天直播间有活动，可以打8折，原价只要88万的项链，现在只要65万。之前卖10万08千的手串，现在只要8万08千。如果2件一起买，直接打7折，只需要60多万就能全部拿走。说到这，我的底气有些不足，毕竟这太贵了，60、70万真不是普通人能拿出来的。但很快，一旁的苏青雨添了一把火。今天替陆哥给个优惠，只要是前10名，我们都会送一款爱马仕最新款的包包。相信你们的女朋友和老婆收到后一定会爱死你了。哇！随着苏青雨这句话落下，直播间的有钱人开始发力。还有最新款的包包，买必须买！我的婆娘一直缠着我给她买首饰，这
这回首饰有了，包也有了，真合适。而且这个首饰真的好漂亮，真的值。短短几分钟后，我见后台已经卖出了上百件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便宜商品，一件就是近10万的东西，我眼珠子都瞪大了。苏青宇眼中也满是兴奋的神色。短短几分钟就卖出去上百件，这赶上他们公司1个月的销售额了。要是过了一整晚，恐怕连1年的销售额都出来了。不过我见卖的越来越多，已经上千件了，便开始呼吁大家理性消费，不要冲动消费，更不要贷款消费。苏青宇见我说了，也跟着说了一遍，但他说完，销量又猛涨一波。嫂嫂，仙子说话声音太好听了，我现在就去卖。不为别的，只为了这位仙子。仙子，我爱你，我愿意为仙子掏心掏肺。我看直播间的氛围越来越歪，于是急忙说道：“家人们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休息吧。对了，还要理性消费啊！我在这里就提前说完了，拜拜。”说完，我关掉直播，瘫在了沙发上。不过当我对上苏青宇的眼眸，我一下子又站了起来，脸颊微红的青宇，你那个喜欢的人是谁啊？不过眼前的苏青宇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走出房门。就在我以为他回去了，他突然又探出头来，俏皮的吐了吐舌头。说完没等我反应，小跑的回到了对门，关上了门。留在原地的我顿时有些不明所以。我猜的淡淡。第二天首饰的销量出来了，整整卖出了5000件，销售额达到了令人咂舌的5亿。一场直播的销售额达到了5亿。苏青宇他们家知道后，直接给我打款了5000万。随后苏青宇也开心的不行，一早就敲响我的房门，邀请我出去逛街。但我们刚从车上下来，一个外国人就撞到了我身上，差点将我撞飞。外国有人，看着点路啊！我揉了揉胳膊，刚准备走，那个外国人直接拦在我面前，指着地上的碎片，撞碎了我的宝贝，我要报警，需要赔偿我的损失。说完又指了指地上的碎片，表示他的宝贝值好几千万，不赔偿不能走。苏青宇见到这一幕，顿时知道是遇见碰瓷的人了。我也知道这是遇到碰瓷的人了，于是轻笑一声，手伸进兜里将一块饼干捏碎，带着包装盒拿了出来。赔你也不是不行，但我这价值数百亿的饼干被你撞碎了，该怎么算呢？此话一出，苏青宇顿时被逗笑，周围的围观群众也被逗笑。老外看了看着地上的碎片，又看了看我手中的碎裂的饼干，也有些无语，但随后掏出一份鉴定报告，说他这个瓷器是明朝的。我闻言发动系统能力，瞅了一眼地上的碎片，还明代呢，分明是现代的。老外一听，眼皮顿时一跳，但还是强调：“我这个是真的，你分明是胡说。”于是我不慌不忙地拿出手机：“喂，警察叔叔，我被人冤枉了。对，就在中央大街。另外，麻烦带一位鉴宝专家来。”鉴宝专家很快来了，拿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。执法局人员直接用诈骗的罪名将老外抓了起来。我则继续和苏青宇逛街，我和他的关系也越加融洽。到了晚上，我和他在家门口分别的时候，脑袋一热，直接吻了上去。苏青宇先是一惊，随后满脸通红的声色回应。许久之后，苏青宇软软的倒在我怀里。你会娶我吗？我沉默片刻，会，等我2年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风光的婚礼。2年后，一名外国游客对着一名小女孩询问：“小朋友你好，你知道全球最大的主播在哪结婚吗？”小女孩鄙视的回应：“这你都不知道？”外国游客顿时被噎了一下，片刻后哄小朋友似的说道：“小朋友，你快告诉我吧，我给你买糖吃。”小女孩傲娇的表示：“行吧，不过也不用我告诉你了，他们来了。”随后外国人抬头一看，只见天空上一道涵盖全城的光幕投射而出，画面中是一处漂亮的海岛。我穿着黑色的西装，苏青宇穿着洁白的婚纱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